如果非要选择一个旅行搭子的话，你会选择谁 ？A. 父母 B. 早上8点，他再一次叫你起床收拾行李。这个画面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温馨。给你买的新鞋怎么没带上？先穿旧的，新的过年穿。毕竟你买的机票是下午2点，总比到时候堵车赶不上好啊。抱歉啊，女士，您的行李超重了。虽然已经提前做好了心理建设，但还是没忍住瞬间破了。不是说了别带这些吗？万一路上饿了呢？外面买多贵呀。于是不得不在1小时内吃完了3斤水果和4个水煮蛋。而当他无意间瞥到了酒店的房价后，窗外阳光明媚的海景也顿时失去了颜色。同时一路上你还得忍受又驼背，时不时来自背后的一记重击。至于借题发挥的老本行，自然也是信手拈来。还是猴子懂事儿，生小猴也不用人催。景区里收费的项目他总有理由不玩。我晕车，玩不了这个。免费的拍照点倒是一个都没落下。难得和你照几张相，再拍一张。哪怕烈日当空，依然日行千里。还是得物快，次日达昨天刚下单的墨镜和防晒衣到了，换上试试。才刚买了鞋，又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？这蓝色盒子是一个电商 APP 的独特包装，我们年轻人都喜欢用，但里面不都是贵的东西，经济实惠的东西也一大把。像我们平时买的那些鞋，要是在外面买，没准更贵呢。这还差不多，别总是大手大脚的。可能这就是老一辈的别扭吧，你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老是没苦硬吃，为什么永远不敢快乐。就像他很难搞懂机器人怎么送餐，地铁该怎么出站，你们站在闸机的两端，却像隔着时代的洪流。扫这里就好啦，很简单的。轻点写就好啦，很简单的。这趟旅程当然算不上太愉快，只是结束后你翻着他的朋友圈，那一刻你突然有些后悔，那时候应该笑一笑才对。你说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在谈一段很糟糕的恋爱，却能一直不分手？因为心里没数吧。假设幸福，或者是人们常说的日子还过得下去是10，理想的情况下5+5等于10，3+7也等于10。可很多人都忘了10+0甚至11+1都等于10。我发誓真的是最后一次。这还不如单身呢。其实也能理解了，我们赚不到自己认知外的钱，也享不了自己认知外的福。可能是因为大家对爱情的向往都是加法，没想过还有减法吧。就像人们总会习惯性的以为10是生活的满分，而不是及格。猜好了吗？我要开始找咯。嘿，这里，那就是这里。藏这么好？好啦，马上回家吃饭啦，有你最爱吃的鸡腿哦。快出来，我录取通知书到了。我买车了，带你兜兜风啊。我买房了，要不要去看看？好吧，你赢了，我们玩点别的，最新款的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？假话。你长得不好看。要不还是说真话？好吧。第一，我这人性格古怪，其他男生会觉得你刚刚打翻杯子的时候很可爱。第二，我有轻微的洁癖和强迫症，如果相处的时间久了，可能会有很多矛盾。第三，我工作时经常忘记时间，而且有时还得出差。我知道了，你是那个什么 INTJ。所以综上所述，我大概率会搞砸一段关系，还不如我们去玩桌游吧，选那个最烧脑的本，有你在我们指定能通关。对了，你听说过彩虹组不？等等，账还没结呢。听说你谈对象了，难得啊。你怎么知道？朋友圈看到的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一面啊。刚刚在开会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但是什么呀？开会也可以语音转文字啊，害我在楼下等你半天。你怎么，你不能陪我，还不许我来陪你啊？
我今天的衣服可没乱扔哦，快夸我！没骗你吧？生了出来兜兜风就会有灵感的。要不你先睡吧，别等我了，熬夜很容易老的。放心，仙女是不会老的。6重胜肽加1重胶原，抗老淡纹很有用的。胜肽 A 醇听说过没？你和我预想的真的很不一样。这是珀莱雅。上次你给我安利的，他们家出了7夕限定款，都说一套用效果更好。这礼盒的设计也太好看了吧，氛围感拉满。其实你也蛮懂浪漫的嘛。这个肤感水润不油腻，很好吸收的。给你也来一点。哈哈，完了，又打碎一个。没事儿，挺可爱的。你又买什么了？空气沙发也营用的，可爱吧？老是买这些没用的，平时又用不了几次，还占地方，到时候搬家了全得扔掉。以后就叫你大白吧。唉。对了，你今天给小波浇水没有？交了。帮我把伊丽莎白拿过来。该。这时候寄过去比买新的还贵了吧？小心点，别蹭到树枝。主要是你家东西这么多，还要走楼梯。唉，我加钱。这个都漏气了，还要吗？要。一个都不能少。我讨厌你动不动就搞卫生，明明地上就几根头发。我讨厌你每天像个人机一样，一点情绪价值都没有。你觉得这件怎么样？你喜欢就好。我讨厌你什么事儿都要计划半天，永远没有松弛感。可是别可是了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欲言又止的样子。和你这种性格的人在一起，连吵架都没意思。其实类似的话我听过很多。只是那一刻看着空荡的房间，我才真正对自己的性格产生质疑。这种质疑一直蔓延到记忆深处。咱们家里穷，要比咱就比学习。过什么圣诞节，都是些歪风邪气。我就想买2张贺卡。这种对原生家庭的责备一直持续了很久，也很久都不敢再恋爱。大家都有看到啊。当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，合作愉快，才发现听说谭哥要升部长啦。那肯定啊，谁办事有谭哥靠谱啊，性格还那么稳重。原来缺点和优点也只是一线之隔。当你一无所有时，人家说你臭清高；当你有了成绩后，人家夸你不油腻。咱们年轻人还是喝茶吧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也渐渐地发现，无论是星座还是 MBTI， 并没有哪个标签能够完全桎梏人的一生。审美和衣品可以逐渐提升，内向和社恐也能被慢慢克服。只可惜人们只盯着原生家庭的影响，却忽视了后天自己的进阶。再后来我也谈了新的女朋友，她呀可爱干净了，搞卫生这种事儿从来都不用我操心，我家那个可懒了。要不我也给你买双球鞋当生日礼物吧，明天去商场逛逛。商场有时还没货，挺麻烦的，还是先上德物看看吧。你看，这样筛选一下想要的价位，品牌就给你推荐了，还有相似推荐，有些款比店里还便宜呢。而且你能看到价格趋势，这样就不会买亏了。这送礼真的很好选，也不会花冤枉钱，还是你买东西靠谱，不像我老是被坑。那和我这种性格的人在一起，会不会有时候很无聊啊？就是没有那种松弛感。还好吧，所谓的松弛感，说白了不就是不在意。可是别可是啦，反正我喜欢你不就好啦。你眼睛怎么红了？没事儿，风有点大。所以现在这个形势呢，第4季度很关键。那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大家回去准备一下。看着那条刺眼的斜线，突然间有些疲惫，跑不过大势，也没跑赢自己。那几年行情不好，很多设计公司都倒闭了，还能维持下来的就已经很厉害了。以前总以为梦想是条直线，只要锁定目标干就完了。后来才发现，生活是一个圈，走过的路卷了又卷，经历的事司空见惯。合作愉快。家庭的圈总是柴米油盐，事业的圈总是2点一线，朋友的圈逐渐3天可见。好在每个圈都是年轮的一环，一圈圈半径的延展，
支撑起梦想的主干。生活本来就是多维嘛，想通了也就豁达了。看着那个熟悉的头像，一时间有些庆幸。梦想的车轮从不原地打转，乘梦向前，一切终有圆满。小时候家里有过一只狗，是当时农村最常见的土狗。记忆中它常常在村口等我放学，当时还没听说过狗粮这种东西，只是每天喂点家里的剩饭。它也不像后来见过的宠物狗，动不动生个几千块的小病。直到有天中午，妈，小黑去哪了？不知道啊，上午就没看到了，可能出去玩了吧。恰好那段时间乡下狗贩子横行，于是趁着午休一个人出去找村头的菜市场、村后的小山沟，甚至是隔壁村的餐馆，但始终没有找到。爸，我们开车出去找好不好？别闹了，我一会儿还要送货呢。他玩够了会自己回来的。明天就期末考试了，还想着狗，还不快去上学？当时不知道怎么反驳，毕竟在大人的世界里，总有更重要的事。哎，陈老板，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。无论是眼下的生意，还是明天的考试，都比一条不值钱的土狗分量重。难过了很久后，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原样，只是村口少了那道小小的身影。一转眼20年过去了。爸，我能不能预支下个月的零用钱？又想买什么玩具？上次考试退步那么多，还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？这次不是买玩具，小区里有条流浪狗，好可怜的，我想买点狗粮。别急，慢点吃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有些恍惚。爸，我们收养它好不好？那得给它取个名字，就叫它小黑好了。